嗨，大家好，我是 Liz。最近好像新加坡真的蛮火的，很多人来问我和我的家人关于新加坡的事情，比如说找房子呀、找学校啊、小孩子怎么过来呀，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想说，在这里录一个视频，然后分享给大家。不过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自身的经验和我自己的经历，所以说可能并不是非常的全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或者是说有一点小的 tips 吧。我今天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就是我的妈妈。因为我蛮小的时候我就出来新加坡了，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很懂，所以我也需要寻求一下她的帮助。对于某一些问题，他会进行回答，不过他不愿意出镜，因为他比较害羞一点、含蓄一点。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问题吧。最近问我们两个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希望把他们的小孩送去新加坡读书。关于读书的话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大，有具体学费啊，然后怎么样去的问题。老妈，你有什么想法？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呀，首先要看你们家孩子多大，对吧？读小学、中学，还是中学毕业了读大学，还是研究生？所以呢，就是这个费用啊是差别非常大的。对，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比如说是读小学的孩子，他需要包括中学啊，他需要有一个监护人。假如他的父母没有在新加坡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找一个本地人作为他的监护人了。对，当然，在新加坡法律规定呢，就是说孩子的妈妈、外婆，还有奶奶，女性的这个家长是可以申请新加坡的这种类似于陪读的这一种准证的。对，而且好像我印象啊，就是这些女性家长好像是第一年是不可以工作，后头还可以在新加坡做一些工作来补贴这些家用。好像是小孩18岁以下是需要监护人，我印象是啊，当然我也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当时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对，所以呢。就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如果就是整个家人没有在新加坡的话，那就是需要有一个新加坡本地的一个监护人。一般来说，这小孩就住在监护人家里，监护人给他管一日三餐呐、有的孩子还需要接送啊什么的。这种当然这些费用就是家长和监护人去商量。对，家长其实也可以选择这个监护人需不需要提供三餐，然后需不需要接送，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然后这些会导致费用的不同。不过一般来说，家长为了省事儿的话，还是会让那些监护人给孩子准备三餐。哦，对，有的监护人还特别负责啊，当然是不是一概而论啊，有的负责，有的不负责。那负责的有的还是说可以帮小孩辅导功课啊，对对对，帮他补习一些英语，是吗？对啊，就看能找到一个什么合适的。这方面我目前没有什么经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根据接送上下学这个事儿吧，当时我记得我周围的同学里面很少有监护人接送他们上下学的，因为一般一个监护人他会有一大波小孩，就是一大堆小孩都是他的需要他监护的人，所以他很难去一个一个的去接送，所以一般都是小孩自己上学。我在我当时初中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有一个监护人，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上学的。因为你那会儿比较大了嘛，对吧？对，我那时候已经初中学了啊。其实新加坡非常安全的，很多小孩儿啊，就是小学生，他高年级一点的小学生，他也自己去上学。对于比较小的小孩儿，很多学校是有校车的。对就是支付校车费用，学校会有校车到每个小区去接孩子。对，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提醒一下的就是，我当时是在中国初三毕业了之后，我才去的新加坡，但是他们那边的初中是读4年的。我们当时去晚了，我们当时没有赶上中3的插班了，是9月份的时候去的新加坡，但是那会儿9月份的能够插中3上学期的插班已经结束了，就报名结束了，我们只能到第2年的2月份参加中2的下学期的插班。所以那时候因为中3下学期不让插班，对吧？那你只能插中2的下学期。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我们家例子是这样的，我也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不是那种成绩非常优异的那种牛娃
当然我们很多家庭的孩子也都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所以栗子愿意做这个节目，我也愿意帮衬啊。为什么呢？他的成长经历能给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孩子一点启发，对吧？如果他是个特别优秀的，人家一看好像我们家的孩子跟他差距太大，哎，没有用，对吧？但是他是属于一个在国内成绩不好，包括英语也很不好的一个孩子，是因为我去新加坡工作把他带过去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呢，他成长的还挺好的，当然也不是那种出类拔萃的，就是学业特别拔尖的那种。但是就是说，在个人的成长、这个性格的培养与新加坡的这个交往和融入，哎，我觉得都还挺好的，所以做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挺开心的。因为这集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我想在这里结束。不过我想下次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再讨论一下新加坡的插班制度，如何进行插班，普通学生如何考进政府学校。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也想谈论一下我在他们政府中学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孩子都可能遇到的事情，比如说校园里会发生的一些霸凌吧，也算霸凌吧。然后还有一些学业上的事情，如何去让自己的学业跟得上老师的进度。那这一期就先到这里，谢谢妈妈，我们下一期再见。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忙订阅、点赞和评论吧，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